如果哥斯拉意外被人类的武器杀死的话，那唯一能救他的方法就是再给他一枚核弹。就在此时，美军上校突然朝2只泰坦巨兽的战场投放了一枚新研发的氧气破坏弹。这种核弹杀伤力极大，它能将附近5公里内的生物全部杀死，就连在6公里外的人类航母都受到剧烈晃动。随着一声巨响后，水面上纷纷冒出了许多海鱼的尸体。难道2只怪兽就这样死了吗？不可能！正当几人懵逼之际，基多拉突然从海底冲了出来，不过他另一个脑袋被哥斯拉咬断了。马克看到这一幕直接傻眼了，而只有钦泽博士关心哥斯拉的情况，但哥斯拉的生命气息居然变成一条直线。可事情并未结束，另一边逃出来的基多拉突然来到火山旁边，经过他吸收火山的热能源后，他断掉的那只头颅居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生长。伤势恢复后，基多拉张开铁大的翅膀望天长啸，他似乎是在召唤其他泰坦巨兽。在他的召唤下，一时间大多地方的巨兽全部从地下蜂拥而出，日本的富士山还有苏丹、福尔戈尔山等多个区域全部遭殃袭击，就连在云南的摩斯拉女皇都被唤醒。只见她缓缓走出，张开铁大的翅膀。见此情况，美军立即召开帝王组织所有成员开会，但有的成员对上校并不满足，因为是他的自作聪明才导致人类变成如此模样。要是哥斯拉在的话，人类或许还有希望，但事情已经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其他成员见状纷纷跑路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传来巨大的光芒，马克好奇地想知道是何方神圣。随着一道巨大的光芒闪过，是摩斯拉女皇来到这里，她是来拯救哥斯拉的，因为她体内和哥斯拉有着特别的联系。随着她的呐喊，原本死去的哥斯拉却又慢慢地活了过来。人们都被这一幕给震惊住了。虽然哥斯拉被摩斯拉给唤醒，但是他现在的气息非常衰弱。这时马克突然想到一个办法，要是想救哥斯拉的话，那就喂养他一颗更大的核弹。于是众人说干就干，他们立即派出潜艇1号进入海底寻找哥斯拉。而此行任务中有马克和钦泽博士与其帝王组织的成员。可当他们潜艇来到海底1万米深处时，突然就遭遇了某种袭击，发生剧烈的晃动。原来他们不幸遇到了海漩涡，被旋转了长达半个小时后，他们才脱险。为了能够早点找到哥斯拉的家园，钦泽博士下令派出海洋侦察无人机。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处未知区域，这里有一些古老雕像，墙面上还记录着哥斯拉坐上怪兽之王的位置。看来他们已经来到了哥斯拉的家园，而探测器检测到辐射最高的地方就在海里那边，这说明哥斯拉肯定就在那里，因为那边的辐射能源过高，如果贸然进去被辐射到的话，他们将会断子绝孙。劳托帕斯就将潜艇停留在原地，他派出了侦察机过去。随着辐射能源越来越强，机器在半路就全部被迫停业。为了全人类，钦泽博士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打算自己前往哥斯拉的家园。很快他就穿过热带区来到了毫无人烟的海底深处，这里四面八方都被岩浆包裹着。钦泽博士拖着沉重的步伐一路前进，看到哥斯拉瘫倒在地上，他果断地按下核弹的按钮，最后来到他研究了一辈子的怪兽之王哥斯拉身旁，接着用手轻轻抚摸哥总的脸庞。随着核弹的时间到位，一时间强大的爆炸力直接将哥斯拉的家园给毁掉。钦泽博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哥斯拉的满血复活。一声巨响后，海面上突然冒起一阵巨大的漩涡，紧接着巨大的背脊从下方缓缓升起，并且还附带了恐怖的蓝光。马克直接亚麻呆住了，原来是我们的哥总成功复活了。看来他和基多拉的大战才刚刚开始。